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5岁生日这天，我爬上了公司天台，准备自杀。2年前，我贷款200万买了一个89平的学区房，现在100万都卖不出去。如今老婆失业了，老丈人得癌了，2个孩子幼儿园1个月5000块，而我却被裁员了，1分钱赔偿没的。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，我只能跳楼。此时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王志文那个傻帽怎么不去跳楼？死了就不用赔偿了。王志文是我，而说话的是我老板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攥紧拳头，差点就冲上去对着老板那个大脑门一拳。咬咬牙，我忍住了，脑子里不断回想早上老板约我谈离职的事。我们公司是做装修的，专门承接房地产公司的装修项目。地产寒冬，光去年公司就裁了300多人，项目部8个人一口气裁了5个人。老板安排我一个人干那5个人的活，做15个项目，说干完项目给我50万年终奖。项目干完了，我找老板张建仁要年终奖，他却说房地产寒冬啊，公司需要你共同进退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心疼钱，就是觉得你还年轻，一下子拿这么多钱不好。我都35岁了，还年轻个屁呀！我忍住脾气说，老板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家里有些困难，很需要钱。老板提高了声量，谁让你这年终考核绩效不好，真给你发奖金，别的同事搞不好还以为你走后门。说到这个，我更来气，老板反悔不给我年终奖就算了，还连续2个月给我绩效打地，我每个月直接少了2000块奖金，年终考核怎么会好？公司规定连续3个地就要清退，这不是变相逼我离职吗？我鼓起勇气问他，张总，请问为什么给我打地呀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他说项目没钱赚。我恼了，我一个项目经理，交付完了项目就做完了，钱又不是我收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张建仁瘫坐在沙发上，翘起2郎腿，瞥了我一眼，少废话。我说跟你有关系就有关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收了多少红包。胡说，确实，做地产的项目经理和采购一样，可以捞油水，几亿的项目，随随便便做一个合同额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分项工程，指定某个供应商很正常。平时各种招待费，吃吃喝喝大几千，加上 KTV 少说几万块，怕暴露官员身份，内部通常会模糊化处理，这下给项目经理的操作空间就大了，动不动报销个几万10几万，都是司空见惯的。1年下来，项目经理灰色收入30至40万很正常。我是个老实人，不干这个，老板会不知道。去年被开了的5个项目经理就不老实。张建仁留下我的时候，还拍着胸脯跟我说，公司就喜欢像你这样老实忠心的人。我还颇为感动。老婆总抱怨我太老实会吃亏，我心想，吃这么多年的亏，好歹保住了工作。我还跟老婆嘚瑟来着，看吧，吃亏还是有福吃的。没想到啊，就保了1年的工作，早知道我就摊他个几百上千万了。现在要我1分钱赔偿不拿就走，怎么可能？老板，做人凭良心，我说没收红包就没收红包，不管你相不相信。他把脚放在桌子上，用鼻子哼了下，放屁。张建仁这人非常不靠谱，经常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不敢跟他硬刚，只能打感情牌。老板，算我求你了，我房贷车贷，老婆也失业了，还有孩子要养，你能不能别开除我？
张建仁瞥了我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没钱呢？没钱你就去死啊！”瞬间，我脑袋像炸弹一样被点燃了，火气蹭蹭蹭往上窜，恨不得冲上去狠狠抽他2耳光。为了家人，我还是握紧拳头忍住了，弓着背低3下4地说：“老板，要不然你多给我点赔偿也好啊，我管你，反正你一直不走，就一直给绩效递。”人事在一旁态度更是嚣张：“对呀，就算裁员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拿不到赔偿。你现在走，留个体面，要不然等你面试被调，我保证没人敢用你。”他口水喷我脸上，就一个破看简历的人事，我最看不惯他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老板娘，还限定我3天内就跟同事交接好。想到我去年高烧39摄氏度不肯请假，为了15个项目连轴转，还得了肺炎，就为了好好工作拿个绩效，为了还房贷车贷养老婆孩子，如今工作没了，还在35岁这个尴尬的年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面对妻儿，一时想不开上了天台。现在看到地上脑浆蹦出的尸体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死了，老婆孩子怎么办？这时又听到老板和人事提起我的名字：“还是你聪明，去年不让我裁王志文，留着他帮我干完10几个项目再裁。”老板边说边掐了下人事的腰，人事亲昵地说了声：“讨厌。”王志文这种没用的老实人，不欺负他欺负谁？我脑袋一沉，妈的，老实人得罪你们了，跟老实人玩兔死狗烹，卸磨杀驴是吧？我站在这2个贱人的身后，胸口压着一团火，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怎么合法的弄死他们。回到办公室，助理韦豪给我签单，我发现新项目只需要2车砂石，韦豪报了4车，这在建筑行业里很常见。采购负责筛选供应商，项目经理最终决定用多少供应商的来料。不少项目经理会故意多报用料，做假账，那不存在的半吨成本会回流到他的口袋里。我从来不赚这种钱，不少人在我背后骂我，说我装假清高，包括韦豪抱怨过我几次，别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给公司省什么钱？还真以为公司是你家呀？是的，我曾天真的以为公司就是我的家，兢兢业业干了13年，从毕业就在公司了，陪着老板从5个人的团队干到了500人。老板一直跟我说：“兄弟，把公司当自己家，你呀就是我的家人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”结果呢？什么家人，什么兄弟，统统都是放屁。我不过是他眼里最容易欺负的老实人。我气得牙痒痒，摇摇头，笑了笑问韦豪：“你确定2车够吗？我怎么记得这个项目起码要用6车？”韦豪愣了一会儿，好几分钟后才露出意味深长的笑：“志文哥，你终于开窍了呀！”他用力拍了下我的后背，我胸口的这口冤枉气这才顺了些。连着2天，韦豪拿了其他项目的签单给我。好家伙，有的项目2车的砂石，他直接给报了10车，这是准备捞多少油水？管他呢，老板不仁，我还要什么意？刷刷刷，我全部闭眼签，心里那叫一个爽快。老板欠我的年终奖，就用其他的方式补偿给我吧。公司周会前，老板喊住了我，给大家买个奶茶，还来个肯德基全家桶，那态度跟喊服务员一样随意。末了还假惺惺加一句：“千万记得找我报账。”每次他都这样故意在会前让我买奶茶肯德基，从来没主动给我报账。我也不好意思找他要，毕竟是老板，谁好意思要钱？这次不一样了，
奶茶我统统买最贵最大杯的，加奶加珍珠加满料，39块一杯。肯德基全家桶豪华装，我买了5桶。老板坐在椅子上，大手一挥：“来来来，辛苦大家了，随便吃随便拿，我请客。老板，麻烦结算一下。”看到我递给他的账单，老板的笑容僵住了。会上20多个人的目光全聚集在我身上，伟豪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看着我，嘴角快笑到后脑勺了。上次老板是让他买的奶茶，他早就跟我抱怨过，老板这个小气鬼，脸皮真他成的厚，从来没给过我钱。会上的20多个人，几乎每个员工都被老板喊过去买奶茶，每次说辞都一样：先记账，晚点去他办公室给钱。谁敢呢？他就是故意要薅我们这些员工的羊毛，美其名曰请客，花员工自己的钱请员工，恶心死了。这次我偏要治一治他这恶心人的毛病。老板满脸横肉，眼珠子瞪着我，表情很是不爽。人是这个狗腿子比老板还生气，催什么催？老板还会不给吗？正开会呢，你这么缺钱吗？对呀，我很缺钱。现场一阵嬉笑。老板摆摆手，看了眼我手里的奶茶袋子，怎么买这么多？20个人开会，我不小心买了30杯。我打开微信二维码，老板撇嘴，不高兴地给我转了1170元。我的收款码还打开着，还有这13年的奶茶费，给你打个8折3800，麻烦一次性付款，不接受分期，谢谢。伟豪一阵爆笑，现场20来个人也忍不住捂嘴笑。老板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从没人敢这么找他要钱，还让他在会上下不来台。我这纯粹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10几年的窝囊气早该发泄一下了。老板吐了口气，板着脸给我转了钱，整个会上都没再正眼瞧过我。会后人事找到我，让我赶紧把工作交接一下走人，说老板再也不想看到我。呵呵，说的好像谁上班想看到老板似的。要我走可以，2恩赔偿拿来。人事叉腰，用鼻子哼气，就你也配？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扫了老板的面子，1毛钱都别想要。他把离职申请表扔给我，我也懒得甩他，直接冲到老板办公室。老板眼睛盯着电脑看，正眼都没瞧我，就开始给我洗脑。你看看我，一天工作14小时，我找公司要过钱吗？没有我这么努力，公司能撑10年吗？没有公司这个平台，能有你吗？我忍不住笑了。老板皱眉道：“你笑什么笑？我亲眼所见，老板一天确实工作了14个小时，其中12小时在豪车上睡觉，在办公室睡觉，在 KTV 美女怀里睡觉。不像我这头牛马，每时每刻精神紧张，在项目工地加班，在地铁上加班，和老婆孩子逛公园，随时背着电脑。老板一个电话，马上打开电脑，蹲地上加班。为此，老婆没少抱怨我，这才叫工作。老板那叫啥工作？明明就是享乐，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老板你啊，长得好笑。老板气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反了你，现在就给我滚！他让我立刻整理交接工作。我指了指手机上的时针，5点59分了。老板皱眉问我什么意思？马上6点，到点下班了。他气得猛地拍了下桌子，朝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。到点就走，你以为公司是你家，想走就走？让你加班是公司看得起你，没了公司你屁都不是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全当放屁，从正面前台走过去，当着行政同事和刚刚接待供应商的伟豪。我对着伟豪晃了下工卡，伟豪对我比了个赞。6点整准时打卡下班，
多1分钟都不行。公司不把我当人看，我得把自己当人。去他成的免费义务加班，反正也要被开除。我索性破罐子破摔，从此再没加班到11点过，也不再早到。8点30分上班，我就8点30分打卡。以前还8点打卡，就为了早到，把考勤弄好看点，给人事和老板留个好印象。真是天真，哪怕我24小时都在加班工作，老板也觉得是应该的，根本不会感激我。现在1分钟羊毛也不让公司薅我，人事看我更不顺眼了，没完没了又来催我交接工作。可以，我慢吞吞地把工作资料拷贝到了 U 盘。在厕所遇到伟豪，他问我拿了多少补偿，我说没有。闹这么大，我看你都在准备资料交接了，还以为钱到位了。我晃了晃手上的 U 盘，告诉他放心，钱肯定到位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恶心公司，恶心领导，还得2N， 1分钱不少给我。U 盘我赶在晚上下班时间放人事桌上，原本 U 盘应该给接替我的伟豪，人事说怕我耍诈，偏要我先给他过目一遍。隔天上班，人事却怎么也找不到，查监控才知道保洁阿姨不小心当垃圾收走了，而我只是不小心放在桌上的时候擦边掉入了垃圾桶。这资料没了，接手我项目的那人可就惨了，好多项目尾款还没付清呢。老板气坏了，怀疑我是故意的，让人事撤掉我员工工位，收回电脑。我也不怕，自带电脑来上班。上班干嘛？投简历，专门挑老板最不想我去的公司投简历。简历投完了，没活干，我就去带薪拉屎。拉完屎就悠闲地在茶水间泡茶看新闻。人事路过，又对我冷言冷语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为了几个钱，死赖着不走，笑话！资本家能为了几个钱不给我赔偿，硬逼着我走，我怎么就不能为了要赔偿赖着不走呢？才赖了2天，人事又使坏，解除了我的门禁权限，从打卡机里删掉我，让我打不了卡，上不了工，甚至进不了公司。我蹭着伟豪的卡进了公司，伟豪悄悄把我拉到一旁，让我赶紧找仲裁。哥，你傻了呀？公司把你打卡权限都消除了，到时候开除你就有理由了，说你旷工，1毛钱不赔。他这么一提醒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赶紧准备资料提仲裁。仲裁会上，人事果然冤枉我，说我无故缺席考勤，还提供了虚假迟到打卡记录，说我迟到了21天，1个月22个工作日，我迟到了21天，当我真傻呀？我提供截图存好的真实加班记录给仲裁会委员，人事丢脸了，老板更丢脸，他还狡辩，对着仲裁员大喊他证据造假，别信他的，这10多张打卡截图都带着公司水印，怎么造假？仲裁员再次站在了我这边，人事又拿出我的绩效考评，3个月的地，公司劳动合同中约定，绩效考评连续3个月打地，则解除劳动合同，没有补偿金。这最后1个月的地就是我缺失考勤的这个月。我拿出和老板的聊天记录，他给我打地的理由是公司没赚钱，这明显就不合理。仲裁员冲老板摇摇头，老板不高兴了，冲人事使了个眼色。人事把我拉到一边说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。老板说补偿你半个月吧，好聚好散。老板瞥了我一眼，那表情感情还得我谢谢他，明明就是怕输，想哄着我和解。眼看我抱着肩膀慢悠悠地说，行啊，赶紧2N，我也懒得看到你们这群资本家的嘴脸。人事气愤地推了我一把，走过去和老板说了几句，
老板往角落走，示意我跟过去。做梦吧你！你要敢乱说话，我保证你被调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之前就听伟豪说过，老板去年开除的几个项目经理，每个被调电话，他都说了坏话，害得那几个经理现在都没找到工作。他可真狠，他以为只有他会这招。老板，你怎么就不担心我跟别人说你和公司的坏话？你敢？老子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他拿出口袋里的车钥匙，特意露出那匹马，挑眉得意道：看见了吗，保时捷，你打10辈子工也买不起，垃圾。我微笑地瞥了一眼口袋里的手机，录音键打开了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谁才是垃圾。当晚，老板的录音就上了热搜，赶上各大厂裁员热潮，无数人涌进官网骂老板：保时捷垃圾你好，开得起保时捷，给不起赔偿金，垃圾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？垃圾公司早晚倒闭，垃圾老板明天出门就被车撞死。老板气得让运维连夜上官网删差评。例会上，他还大言不惭地说：一群屁民，我偏不赔偿怎么了？大不了注销公司跑路。这种话他敢当着大家伙的面说。公司楼下的抽烟区，伟豪把例会上的录音给我，跟我吐槽，真是蠢到家，不知道他怎么当上老板的。兄弟，靠你了，我老早看他不爽了，这回好好治一治他。我拍拍他的肩，放心，这口恶气我一定替兄弟们出。我早就有了计划，得一步一步来。我自个儿花钱买了热搜，先假装公司员工在网上放出内幕消息，说老板拒不赔偿上百名员工的赔偿款，要连夜注销公司跑路。网友开始扒出老板参与过的地产项目，要抵制购买。老板急了，半夜3更给人事打电话出通知，证明没这回事。我又放出假消息说老板一口气在海边买了3套别墅，网友的火气被拱得更大了。有钱买别墅，没钱付赔偿款，万恶的资本家怎么不去死？大家都别买他们装修的房子，倒闭，给我倒闭！看这些资本家怎么吸我们老百姓的血！老板急得直接睡在了公司，电话一直接个不停，好几个地产公司都打来骂他，说项目莫名其妙被抵制，其他装修公司的房子没问题，就老板负责装修的房子销量断崖式下跌。伟豪跟我打电话，语气里是藏不住的笑意。你都不知道，老板跟孙子一样，一直给地产大佬道歉，快乐死我了。兄弟，真有你的，这还只是开胃小菜，我还在等了2天，老板终于发了个像模像样的律师函。张先生作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，切身受到了网络暴力的伤害，将坚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益，杜绝一切不实谣言。我反手就把在会议上的录音发在了网上，啪啪啪打他的脸。一个人一旦说了一次假话，之后说的每一句话就都成了假话。他注销公司跑路是真话，自然所有人都把他买3套别墅的事也当真。我也没说谎，只是这3套别墅不是刚买的，而是10年来陆陆续续买的。热心网友还帮我扒出了老板更多的黑料：50岁了，离婚5次，每任老婆都不超过20岁。看来工资都花在这里了，彩礼至少100万吧。官网介绍研究生毕业，我怎么查到高中打架被停学了？伪造学历算什么？还被举报诈骗，坐过2年牢。这老板可真牛，谁给他打工谁倒霉。老板彻底成了一个笑话，大门不敢出，直接躲在家里。这怎么行？我的复仇计划还没完呢，我还要接着举报。
举报老板偷工减料，用劣质材料装修，甲醛含量超标，导致多位工人得白血病，索赔无门。还有各个项目累计虚假报销砂石共100多吨，这下子老板的家门都要被踏破了。记者蹲在他家门口猛敲门，老板躲了一天，门口外卖都不敢开门拿。好不容易等到记者走了，半夜老板一开门，网红们开通直播间，直接把镜头对准了老板的脸。老板头发乱糟糟的，整个人都憔悴了，看见镜头慌忙捂着脸，弹幕一阵怒骂：无良老板，怎么不去死？长得就不像什么好人，就知道压榨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，老天爷早晚收拾你！老板一个劲对镜头喊：别拍了，别怕了！我看着直播笑得合不拢嘴，差点一时冲动送了他一艘潜艇，699元。这死肥猪可不值这个价！忽的一个人影从旁冲了出来，朝死肥猪脸上一阵猛泼。死肥猪脸上、胸前全是粪便，直播间炸了！大粪啊！哈哈哈，乐死我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现世报，泼粪勇士，谢谢你！赶紧开个直播给你打赏。透过屏幕，我仿佛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。哇一声，死肥猪惨烈的叫声穿过屏幕，让我笑得更开心了。张建仁这下彻底出名了，鬼才网友给他做各种表情包和鬼畜视频，送他外号大粪老板。他沦为了全网的笑话，面子没了，钞票也没了。越来越多的业主抵制购买老板装修过的房子，老板在办公室被地产大佬指着鼻子骂，从白天骂到黑夜，一个劲儿地解释网上的黑料都是造谣，说是被开除的老员工心里有恨，编造的黑料。伟豪特意给我拍了视频，视频老板向几个更大的老板点头哈腰，背都弯了，属实有点可怜。兄弟，你可真牛！伟豪给我发了个点赞的表情包。急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，我的赔偿还没拿呢。老板让人事私下找我和解。老板好心，看在你为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给你多1个月的补偿，前提是你要上网发个公告，感激老板。作为被裁员工的代表，承认你之前没拿补偿的事是瞎说的。我坐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翻，什么时候应该拿的补偿变成了资本家的大发慈悲？可以呀，那就14个月的薪水，1分钱别想少给我，那是我应得的。见我态度坚决，人事开始打感情牌，假笑道：老板不是不愿意给，只是最近公司和老板的情况都不太好。我赶紧打断他：公司又不是我家，关我什么事？废话少说，赶紧给钱！老板已经拖欠全公司同事工资2个月了，我这再不抓紧时间，真怕老板跑路了，我1毛钱拿不到。人事还死犟跟我谈最多3个月赔偿，我索性把他拉黑，专心搞仲裁。结果出来了，仲裁会判定我合理获得2N 赔偿。拿到赔偿后，我立刻请伟豪和以前几个同事吃饭，他们都羡慕坏了，恨不得都跟我一样立马被裁员，拿个2N 的赔偿，也开始按时上下班，不搞坐办公室玩手机假装加班那一套，摆明了惹老板不高兴。焦头烂额的老板在大会上多次批评同事们工作态度不端正，一个个的都不加班了。公司是要喝西北风去了是吧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把你们都开了。10几个员工，包括伟豪，微笑着猛点头。老板大发雷霆，指着他们鼻子骂了1个多小时，一怒之下真把他们全开了。伟豪赶紧给我打电话：兄弟，我被开了，太好了，快教我怎么仲裁拿钱。
我耳膜差点没被他震破。我听到电话那边老板的声音：“被开除这么高兴？你有病吧你！”我赶紧把仲裁需要的资料和流程告诉了伟豪，伟豪分别发给另外15个被开的同事。周一早，老板面前就堆了16份仲裁资料，总共要赔160万的工资，他气得晕了过去。公司账面上没钱，为了他这一时赌气买单，他只能挪用给供应商的款项。伟豪转头就把老板挪用款项的证据当礼物送给了我，我把证据拍给老板，不到1个小时，老板就上我家了。兄弟，都是自家兄弟。老板塞给我1箱牛奶，谄媚道：“你也不想公司倒闭吧？还有那么多兄弟等着发工资了。”他拖欠员工2个月工资，却拖欠了供应商6个月的结算款项。之前就有供应商来公司闹要结款，被他搪塞过去，这个月给钱，现在1毛钱都没有。我就等着看好戏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把手一摊，学着老板的模样，把脚放在茶几桌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关我屁事！”老板变了下脸，又迅速摆正态度，对我好言相劝：“是这样的，我觉得2N 的补偿少了，毕竟你为公司辛苦了这么多年。你看，要不然我再补给你3个月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别找供应商了。”笑话，你的面子，就你也配？我没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这赤裸裸的贿赂，我不要，白不要啊！果断点头答应了，还学着老板以前给我洗脑的模样，揽着他的肩说：“公司就是我家，老板你就是我兄弟，家里兄弟这点忙怎么能不帮？小事，哈哈！”死肥猪也跟我哈哈的笑。不知道还真以为我们俩关系多好。贿赂我拿了，老板前脚刚出我家大门，证据我马上就给了供应商。砂石场的供应商也挺牛的，直接带着包工头开挖掘机上老板家要钱，叫嚷着要把老板别墅铲了。老板打电话骂我：“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钱收了还敢背叛我！”我听到挖掘机的轰鸣声，看着直播间里老板狼狈的四处逃窜，可不要太乐呵，他别墅的大门已经被铲出了一个坑。周围邻居开直播记录这滑稽的时刻，直播间弹幕纷纷好奇老板在跟谁打电话，肯定是当官的，有权有势的。别想了，这种欠薪又欠工程款的人没被活埋就不错了。我抱着电话在沙发上打滚，笑得脸都僵了。你笑什么笑？看我倒霉，你就这么开心是吧？我赶紧收住笑容，向老板解释，公司对我这么好，老板你又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或许是其他被你开除的同事气不过。老板呜啊呜啊的大叫，像个猴子一样躲着挖掘机，根本没空管我说的是真是假。他打电话给财务，把公司账面上所有的现金全挪给了供应商，要不然他别墅就要被彻底铲平，睡大街去了。这也只是解决燃眉之急，公司员工只剩下几十个，项目经理全走光，几个项目全停工不说，账面上1分钱都没有。老板急，股东更急，尤其是大股东海天集团。股东大会上，老板见到海天集团的代表，表情跟吃了屎一样。怎么才多久不见就不认得兄弟了？我扯了扯领带，摇身一变成了大股东的项目经理。上班第1天就跟新领导请示要跟死肥猪的项目。我投简历的时候可是针对海天集团单独精修了一份简历，就是期待着和老板再见的今天。死肥不，张总，我今天是代表海天集团来的。张建仁被人事摇了摇胳膊才回过神来问我，你
你来干什么？我坐到了他的座位上，不得不说，5万多的老板椅是真的舒服。茅台酒你那么爱喝呀？张建仁一听脸都白了。他拿公司抵押5000万去投资茅台股票，仅仅1周，茅台能跳水500多块。他1年股票赔了近30%，赔的大部分是股东的钱。如今年底分红的时间到了，海天集团作为地产行业翘楚，不仅是他的客户，还是他的股东。张建仁这会儿项目资金吐不出来，股东分红更是拿不出来，只能跟我求情。好兄弟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你就通融通融吧。看他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我别提多高兴了。当初我要2恩赔偿的时候，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张建仁尴尬地笑了笑，都过去了，算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计较。那我还偏要计较了。张建仁沉默了，脸色愈发难看。我觉得自己此刻肯定是容光焕发，帅气逼人，中气十足地对他说道：还不起是吧？还不起钱就去死啊！我把他当初送我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张建仁涨红了脸，又气又不敢得罪我这个甲方代表，恨得原地直跺脚。多管闲事的人士又来找存在感。公司现在什么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有没有良心啊你？公司培养你，给你开了那么多年工资，你都不懂什么叫知恩图报吗？我走到人事面前，他嚣张地抬头，看什么看？看你什么时候死！你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他抬手就想给我一巴掌，我反手先给了他一耳光，啪一声，他愣了几秒，脸颊迅速红肿，呜呜大哭。这种人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我早看他不爽了。他跑到张建仁旁边，挽着他的胳膊求安慰。张建仁甩开他，靠近我，态度极为温柔。别误会，兄弟，我跟他半点关系也没有。人是恼了，冲上来抓住张建仁的头发，一顿乱抓，直接把他的假发扯掉，露出张建仁迷人的地中海。还说你爱我，我被人打了你都不关心我，你还算什么男人？啪！张建仁打了人事一耳光，还敢打我？啪！张建仁挨了人事一巴掌，人事哭喊着：张建仁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白给你睡了那么多晚。那哭声撕心裂肺，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能听到。果然啊，这两人真有一腿。大难临头，直接拆伙，也不嫌丢人，围在一起互相拉扯头发打耳光，场面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要不是集团催我回公司，我能买包瓜子看到下班。张建仁欠集团的钱是怎么也还不上，求我好几次也没用。后来他丢下公司，直接躲到外地，一躲就是好几年。再次见面是在一个洗车场，他满身油腻，蹲在洗车场里。我点名要他洗车，他没认出我来，侃侃而谈他的辉煌历史。别看兄弟我现在混得这么惨，我也是创业带过几百人的大老板，几百万在我眼里都是小钱。我扶了下眼镜，把我的保时捷车钥匙递给他，他熟练拿着高压水枪给我洗车。别提了，开了个倒霉鬼，跟我要了10几万的赔偿金，害我一直倒霉。现在因为征信问题，过年连火车飞机都坐不了。他好几年没回东北老家过年了，是挺惨的。他越惨我越开心。等他洗完车，我不动声色地问他认不认得我的车。老板，这是保时捷呀，我以前也有一辆，和这辆还挺。他自言自语说保时捷的车都一样，肯定是自己认错了。你没认错，张建仁，你不是说我打工10辈子也买不起保时捷吗？集团拍卖他的资产的时候，我特意留意了这辆车，努力工作，
还完贷款，攒够钱后，把他这辆旧车以极低的价格买了回来，就是为了争一口气。他傻了，直到我开车离开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追着我的车跑了2公里，摔了个狗吃屎后，冲着我的车大骂了几句。风太大，我没听清，我只知道我很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